这一期视频讲一下机器是如何组装以及如何使用的。朋友们打开包装就会看到这5大件，这是主机，这是上料器，这是料斗，这是电源，这是随机赠送的小附件以及小工具。现在开始组装。首先组装上料器。上料器有4颗螺丝，1颗、2颗、3颗、4颗。上料器对准料斗。把4颗螺丝打上就可以了。连接上就可以。上料器上好以后，拧下主机上的这2颗螺丝。很简单的，只有2颗螺丝，螺丝都是用手拧的。上料器透明视窗向前，对准螺丝孔。放好以后用手压一下，一定压到位。锁上螺丝就可以了。下面再讲一下电源的连接。打开电源包装，这是电源。上面有2根线，这一根就是上料器出来的线，把它插到上管器上面的插孔上。这是上料器到上管器的电源连接线，这根线是从主机里面出来的，插到上料器上面的插孔里，这就可以了。再把电源线插到主机上面的这个插孔里面去，上面标注的有电源2个字，这一头再连接咱们的另外一根线，插头插到家里面的插座上就可以了。机器组装和电源连接就完成了。电源插好以后，这一块是咱们的计数器，就会有显示的。先熟悉一下控制面板。首先看这个按钮，分为2块区域，左边这块区域是手动模式区域，右面这块区域是自动模式区域。这是手动按钮，这是自动按钮。手动按钮我们点一下，机器就会出一只，看推针，按一下出一只，按一下出一只。自动模式有慢速、中速、快速3种速度，默认状态是快速模式。快速按钮灯是亮的，再按一下启动按钮，机器就会运行的。朋友们看推针。我们如果想转换到中速模式，按一下中速按钮，中速模式灯就会点亮。如果想转换到慢速模式，就按一下慢速按钮，慢速按钮灯就会点亮。咱们机器自动是3种不同的速度。如果不做了，按自动停止按钮，机器就会停止工作。初次接触机器的朋友，首先要熟悉这个面板。下面咱们具体讲一下怎么使用。首先加管，
加管时一定要把管头好一点、圆润一点的加上。如果管头扁得太厉害，咱们就把它拿出来，不要加进去。加管的时候，这样用手指挡一下，这样就很容易把管加进去了。加好以后，上管器上有独立的开关，打开以后振动板就会跳动的，是通过振动把管子摆均匀的。现在咱们试一下上管，按一下手动按钮，马上松手，就会自动上管的。咱们再按一下，第二支管就上来了。现在管为什么会卡到一块呢？由于咱们没有上料，没上料支管里面就是空鼓的。推针推出去，把支管顶不出去，支管掉不下去，支管就会打堆。如果把料加上，就不会出现卡到一块的情况。再讲一下这些附件的功能。咱们管上好以后，前面有一个调节偏，因为咱们买到的管长短会有差异的，管如果稍长，上管后就会把管顶坏、顶弯，咱们就需要把它向后调整一下，推到后，给它留出2毫米左右的空隙，是最合适的。如果管子太短了，直管推不到位，就把它往前调一调。这个调节偏就是起这个作用的。这个调节偏是干什么的？这个调节偏叫辅助压管器，它是轻轻靠着管头的。我们套上管以后，有些朋友买的管直径稍大一点，直径比较大，推出去的时候管子就会提前向后跑了。如果出现这种情况，咱们把这个弹簧片向下压一下，现在不太好压。如果以后遇到这种情况，就把上料器拆下来，就可以把这个弹簧片拿下来了。角度向下折一下，不能压得太紧，也不能压得太松，压得太紧了，咱们上管的时候，管子会插不进去，就会把管子顶坏。会把管子顶成这样，如果太松了，管套上后就套不住，机器工作时管子马上就提前向后跑了。朋友们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，把这个弹簧片压力调整合适，就是向上扳一下或者向下压一下的事情。现在咱们加料，这个机器长料短料都可以，但是碎末抹料子用不了。现在我们用的就是长料，但是干湿是相当重要的。朋友们最好买一个这样的水分测试仪，插到料里面马上就会有显示，我的水分是22，这水分太大了，我的这个水分太大了。朋友们制作的时候要想做得好，做得快，水分控制在13至15是最好的，超过18，做出来的成品效果就不会好，或者直接就做不成功。所以说朋友们一定把料的干湿弄合适，因为我们对机器比较熟悉，我也可以制作的。现在咱们加料，加料过程也是很重要的，轻轻地把料抖进去，抖松散，一定是松松散散的，不要让料粘连到一块儿。如果粘连太厉害，就会出现卡机，或者是填充不均匀的问题。任何时候，咱们这个透明视窗看到的料，要保持蓬松状态，不是紧的，是蓬松的。朋友们一定要弄明白。
现在咱们打开上料器的振动开关，这上面有数值显示的。初次使用机器的朋友，建议这个数字调到7左右就可以了。这只是建议，具体数字大小是要根据料的长短、粗细、干湿、粘度大小不同，这个数值也是不一样的。尤其朋友们对成品饱满度要求不同，这个数值也是不一样的。总之，如果朋友们想做饱满一点，这个振动就开大点；如果朋友们想做松一点，这个振动就开小点。振动大了，下料就会多，下料快，做出来成品就更饱满；振动小了，下料慢，进去的料就会少，做出来成品就会松一点。另外，料一定要加好。看，现在料没有振动均匀，咱们需要动动手，把料向后动一动。一定要让这个透明视窗看到的料是均匀饱满的，咱们做出的成品才会合格。另外，也不能长时间的震动，如果不制作了，马上要关闭震动。如果不关的话，因为咱们不工作，不推拉，由于振动器一直在工作，料一直往下走，一直往下走，料就会越来越紧，越来越紧了，就会出现卡机、卡住推不出去的情况，或者做出来的成品太饱满了就会吸不动。所以说咱们不做了，马上关掉，这是相当重要的。看到透明视窗的料振动均匀了，就可以制作了。刚刚接触机器的朋友，建议开到7左右，先做几支试一下，如果不合适，朋友们再调整。先用手动模式试一下，按一下手动按钮，稍微停顿一下了，再按一下。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？为什么会出现管被卡住了？就是由于咱们的料太湿，粘住不容易掉下去，或者是咱们的料填充不够饱满，推不出去。遇到这情况，一定要料晾干一些，另外振动再开大一点，让料充分的下去。料下去了，填充饱满了，才能顶出去。咱们再试一下。你看，现在咱们把振动调大了，现在填充饱满了，看到没有？软硬是合适的，不硬也不松。只要把振动调合适了，软硬就是很合适的。只有填充饱满了，成品才能掉下去。如果填充不饱满，直管就会卡到一块儿。所以说，朋友们一定要把振动调好。现在试一下自动模式，再加点管，一定要加管头好一点的，管头不好的，制作中途就会出现套不上的情况。如果套不上，马上把管子取掉。刚才讲过了，自动模式有慢速、中速、快速。刚刚接触机器的朋友，建议使用慢速模式。在同等的振动频率之下，推拉速度越慢，填充越饱满；速度越快，填充越松散。朋友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。打开振动，用自动模式做几支，按一下启动按钮就可以了，机器就会自动运行。感觉不饱满了，振动再开大点；如果感觉过于饱满了，振动就调小点。速度是可以随时切换的，如果切换了速度，就要把振动调整一下。这个管头扁的套不进去，马上把它取掉。
另外，这个料太少了也不行的，一定要及时的把料补充好。咱们再补点料，再做几只。一定要让料保持蓬松状态，料不要一次性加太多，要勤加料，少加料。透明视窗看到的料一定要饱满均匀。再做几只，现在用慢速模式把这几只管全做了。料下不来，咱们一定要动动手，要让料有连续性，跟上。制作完成，不做了马上关掉震动，这是相当重要的。做出来的成品是相当完美的。咱们的机器操作是相当简单的，但操作一定要正确，一定要学会这个使用方法。你如果学不会使用方法，可以说一只成品都做不出来。现在咱们再讲一下这个配件包的配件都是做什么的。首先，咱们这一包里面有5个小卡子，这是用来固定机器的，前面放2颗，后面放2颗，最好都放到拐角这里，左面再放1颗。朋友们可以把它直接固定到桌面上，或者固定到木板上，把这个螺丝打上就可以了。另外，随机赠送的还有一套弹簧，一个大弹簧，一个小弹簧。如果机器上的弹簧坏了，就可以随时更换了。还有这些清洁工具，还有一个小扳手，一个小起子，一个小喷壶，还有2种毛刷和1根针。这是咱们的清洁4件套。小喷壶，咱们的料干了以后用来喷水的。咱们给朋友们赠送的还有一个夹管头，就是这个管头，咱们装在这个小瓶里的。这个毛刷咱们以后平时清理管头用的，平时工作完了一定要进行清理。管头包括推针，用这个工具把管头包括推针、刀片、凹槽里面刷干净。这个毛刷做平时的清扫工作，这一根针如果卡住了，就用来清理里面的堵塞物。平时的清理维护工作很重要，一定要做到位。